你知道全球最赚钱的好事多在哪里吗？答案就是台湾，而且每6个台湾人就1个人是好事多会员，比例是全亚洲最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好事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好事多是一家会员制的美食卖场，在全世界拥有860多家的分店，超过1亿个付费会员。不过你知道吗？全球最赚钱的好事多前10名当中，有4个分店都在台湾，其中南台中店呢更连续称霸冠军多年。而且台湾的会员续卡率呢更高达了 95%， 远远超过亚洲平均的 90%。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些惊人的成绩呢，不过是台湾玩法下的假象。有很多人抱怨自己会员资格还没有到期，收银员呢却说不续卡就无法结账，甚至呢还有人被偷偷续约，怀疑这个高续约率根本不单纯。再加上最近好事多的冷冻莓果验出有 A 肝病毒，很多的会员呢都认为卖场的处理过于消极，只想要打发会员，批评呢他们干脆改名叫做坏事多算了。那到底好事多是怎么崛起的？台湾好事多为何这么受欢迎？这些好事多的争议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也有夏天盖被子太热，冬天被子又不够保暖的困扰吗？今天要介绍一款太空科技调温被，它是由日本品牌 Brain Sleep 推出的新产品。Brain Sleep 是睡眠研究权威西野精致教授所创办，他们把太空衣能够抵抗极端温度的调温材料运用在日常寝被当中，让你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整晚睡眠都能够保持在最佳的温度跟湿度，不会因为被子太厚重而热醒，或是早起温差大影响健康，有效的提高睡眠环境品质。而且太空科技调温被材质不容易滋生过敏源，不只可以机洗，还方便携带，让你即使出门在外也能够舒适好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嘖平台，输入优惠码莎77，享受限时独家优惠吧。要讲到好事多是怎么崛起的，我们要把时间倒回到1976年。当时美国第一家会员制的仓储批发卖场 Price Club 在圣地亚哥成立。它原本呢只提供给小型企业购买，后来为了服务更多人才开放给个人加入。1983年，副总裁辛尼格离职，和他的伙伴呢在西雅图创业，引用了 Price Club 的经营方式，开了第一家 Costco。短短的不到6年时间，销售额就成长到了惊人的30亿美元。10年之后 ，Price Club 跟 Costco 合并成普莱盛公司。1997年，再次的改名成我们现在熟知的好事多公司。那虽然在当时好事多已经小有成就，但对于很多国际一线大牌来说，好事多的规模还是太小了，都不愿意在这边铺货。那为了解决商场没好东西卖的困境，1995年好事多决定用企业总部的所在地 Kirkland 命名，打造自有品牌 Kirkland Signature， 简称呢 KS， 意外的推动了好事多的发展。当时他们对 KS 设下了2个严格的条件：第一 ，KS 的品质必须要跟第一品牌一样好；第二 ，KS 的价格必须要在第一品牌的8折以下。这个品质好又便宜的商品策略果然吸引到了很多会员购买。KS 在销售总额上占比高达了1/4，成为货架上面实至名归的第一品牌。而那些原本不想要铺货的国际大牌，在看到了 KS 的亮眼成绩之后，也纷纷改变主意。可是国际一线品牌的加入，难道不会影响到原本 KS 的销售吗？逻辑上来说，一线品牌的确可能会分散部分的消费者注意力，导致 KS 的销售变差。但根据好事多亚太区总裁张四汉的说法，从财务报表上面来看，反而是变好的。因为 KS 和一线大牌呢，他们同时提供更丰富、更好的商品选择，吸引到更多的会员来好事多消费。那消费金额这块大饼也就跟着变大，所以 KS 分到的销售额呢，其实是同时提升的。而根据2022年的资料呢，只在好事多独卖的 KS 成绩亮眼，年业额呢已经超越了 Nike 迪士尼、星巴克等等的国际大牌。那随着好事多逐步扩张，1997年美国总公司跟台湾的老牌传产大统集团合资，在高雄中华路上面成立了第一家好事多。台湾第一家好事多一开始走得很辛苦，因为很多台湾人都不能够接受这种要先付费加入会员才能够进场消费的机制。再来是呢，好事多的大包装文化也在初期吓到了不少供应商与消费者。
很多人都批评美国好事多不懂台湾消费者，就连员工呢也建议亚太区总裁张思翰是不是先免费入场打响知名度之后再改成收费的。但美国总公司鼓励张思翰要有耐心，这亏损都只是过程。好事多的经营理念跟经营模式不能够轻易的改动，这样顾客才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好事多的定位。而实验证明总公司是对的，熬过了5年的亏损之后呢，台湾好事多开始稳定获利，也逐渐的受到很多台湾人的喜爱。目前好事多在全台湾已经有14家的分店，包含了全球店王南台中店，还有北台中店、台北内湖店和新北中和店，都是全球获利前10名的店家。除此之外呢，全台湾还有高达400万个好事多会员，换句话说，每6个台湾人就1个人是好事多会员。而且好事多的平均单次消费高达3000台币，是全台的零售额冠军，更是其他卖场3倍。北台中的好事多加油站呢，更是全台湾发油量第1的加油站，单日发油量相当于8个台中北屯区加油站的营业额。甚至2022年7月，美国总公司还斥资313亿元向大统集团买回股份，把台湾分店通通变成直营店。那到底为什么好事多会这么受到台湾人欢迎呢？亚太区总裁张思翰呢，在很多的媒体采访当中都提到，好事多成功关键就是提供了便宜又好用、外面又不容易买到的商品给客户。而且他们对于便宜还有一个标准定义，在商业当中呢，会把营业收入扣掉营业成本，叫做毛利。毛利在整个营业收入的占比呢，就叫做毛利率，可以用来衡量产品的成本跟收入之间的关系。一般零售业的毛利率呢，大约会在20% 到50% 之间，但是好事多商品的平均毛利率只有11% 左右。比如某个商品的成本是100元，别人售价一般就会卖到120元以上。那虽然好事多只要卖115就能够让他们的售价很有吸引力，但他们会选择卖110。而好事多之所以可以坚持不要赚这么多，就是因为他们选择向会员收年费，用来支付营运成本，稳住他们的金流。再来，好事多的商品种类是其他大卖场的1/10，大约只有3500到4000种，他们就可以把订购的数量极大化，跟厂商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同时还能够减少了客人选品的困难。此外，他们还坚持了热门商品绝对不涨价，甚至还因此投入成本自己盖热狗工厂啊、养鸡，来确保一组汽水热狗台币50元，烤鸡一只189元的价格，维持便宜有好货的形象。最后，好事多坚持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他们选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开店，节省租金，卖场呢只用水泥地跟开放货架，简化装潢支出，甚至不在大众媒体投放广告，只针对会员寄送优惠资讯，省下这些费用回馈在商品价格上。而好事多的成功，甚至还带动了代购业者的发展。在那些还没有好事多进驻的县市呢，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团购店家在卖好事多的商品，网络上面也有不少的讨论社团跟地区群组。比如说，脸书上面有一个好事多的合购代购社团，就有将近4万人在里面。那如果在虾皮打上好事多代购，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商家，商品更是琳琅满目。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精准的统计出好事多代购产业的规模，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些线索当中看出好事多的代购产业非常兴盛。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可能只是多个1到2成的代购费用，总体还是比会员费划算。有些人则可能是因为距离好事多太远，或者好事多的商品分量太多，很喜欢这种可以拆售的团购模式。但也有很多人抱怨代购业者太过猖獗哦。好事多曾经有几款民众疯狂抢购的独家商品，像是一美厚奶茶、铁盒拼图等等，卖场买不到，回家呢却看到网拍把商品的定价2倍卖。有人认为就是因为好事多的无条件退货政策，才导致这么多的代购有恃无恐，遇到热门商品就先昂再说，反正卖不掉还可以退货。那除了代购业者的问题之外，好事多公司本身也传出过一些争议。有人在脸书社团抱怨说，好事多收银台的员工不管他们的意愿偷偷续约，没有想到引起巨大的讨论。很多人都说，自己的会员明明就还没有过期，员工却用除非续约，否则就不能够结账的话术强迫续约。有自称是员工的网友透露，原来是因为收银员的续约率如果偏低，主管会来关切，才会导致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除此之外呢，今年的4月底到5月中，台湾边境检查出好事多的冷冻莓果商品含有 A 肝病毒。后续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到好事多公司抽检，也发现有商品阳性。这起事件呢，导致消费者人心惶惶。高雄市卫生局也因为情节重大，重罚好事多750万元。好事多证实有 4.2 万名的会员买到了问题产品，宣布会提供全额退费，并且给予等价金额的慰问金。此外呢，也会补助500元的检测费，让怀疑有 A 型肝炎症状的人去检查，确诊后会承担医疗费用。
但有人投诉媒体说，如果想要拿补偿呢，就必须要签下和解书，放弃对于好事多的求偿权利，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因为 A 型肝炎的潜伏期呢，可能长达60天，怎么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状况？而且3月时，美国就已经爆出冷冻草莓验出 A 肝，台湾好事多却没有主动的及时管理，也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规定建立监测机制。再加上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商家如果在食安处理上面有重大过失，甚至是故意，应该要支付至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目前好事多只愿意赔等价的金额，真的太少了。所以今年10月底呢，邮消基会提起了团体诉讼，为民众争取权益。目前诉讼正在进行当中。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志祺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本来很好奇好事多这种大包装的商品，照理说呢，应该在地大物博、交通距离又很远的美国才会受到欢迎。台湾这种地狭人稠、买东西又超方便的地方，应该会没有什么市场才对。但没有想到，全球的电网居然在台中。在研究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台湾的热情跟弹性，可能也间接的帮助好事多的发展。我们在查代购业者资料的时候呢，发现还有一群人哦，他们是不收代购费的，只是单纯去好事多帮买东西，或是揪团分购，甚至呢还有一篇论文在讨论这个现象。可能会有人想说，如果刷信用卡2%到4%的回馈，可能还是不无小补啊。但很多人都分享哦，自己愿意无偿代购分购，主要是很享受互相帮助的乐趣，还有用优惠的价格买到喜欢商品的愉悦感。我们认为呢，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好事多的大包装不一定是一个阻碍，反而是很多人跟网友啊、邻居或是亲朋好友增加人际互动的方式之一。好的，那么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对于这种买东西前要先付钱的会员制商场有什么看法呢？我很喜欢会员制的卖场商品呢比较特别，我愿意花会员费，比不想加入付了会员费还被绑住，一定要在这边消费。我想要看看省下来的钱能不能高于会员费呀？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好事多。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家乐福以及 IKEA。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